加拿大养不起30头白鲸，情愿安乐死也不给中国。话说，在这个加拿大有个叫马里纳兰的海洋乐园，养了30头活泼可爱的白鲸。这本来呢，这些小白鲸是乐园的台柱子，每天表演节目，逗得游客哈哈大笑。可是现在啊，他们却面临着一场生死浩劫。为啥呢？4个字啊，养不起了。这乐园快倒闭了，没钱给这些大胃王买吃的。那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啊，咱们中国珠海的长隆海洋王国站了出来，说别急，我们来，我们有钱有地方，保证把这些白鲸啊养得白白胖胖。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吧？有人愿意接盘，小白鲸们有救了。可是你猜怎么着？加拿大政府一下就给拒了呀！理由说出来能把人给气乐了。他们说不行，交给你们中国啊，我们怕这些白鲸会受罪。我的天哪，这话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凛然啊，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可是结果呢？这边刚拒绝了咱们的善意救助，接着那个快倒闭的乐园就给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本周2之前啊，你们要是不给钱救助，我们就把这30头白鲸啊全部给安乐死。大伙儿听听，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边嘴上喊着保护动物，一边又眼睁睁看着现成的救助方案不要，非要把这些可爱的生命往死路上逼啊！这伪善的嘴脸实在是太难看了。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这个加拿大到底演的是哪一出保护动物的荒诞剧。咱先来说说啊，这30头小白鲸是怎么一步步被逼到悬崖边上的。这个马里纳兰乐园啊，是开在加拿大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旁边，风景那是没得说啊。以前啊，它就是靠这些白鲸、海豚表演吸引游客买门票，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啊。可是好景不长，2019年啊，加拿大通过了一个新法律，叫终止圈养鲸鱼和海豚法案。这个法律规定啊，不准再让鲸鱼、海豚搞这些杂技表演了，也不准他们在圈养的环境下繁殖后代。这法律的初衷可能是好的啊，说是为了动物福利，但是对于马里纳兰乐园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直接把他的财路给断了。你想啊，不让表演了，谁还花钱来看呀？这乐园的收入是哗啦啦的往下掉，这慢慢的就揭不开锅了。到了今年的10月份，这个乐园是彻底扛不住了，濒临破产了，员工工资发不出来，动物的伙食费也成了大问题。那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啊，咱们中国珠海的长隆海洋王国就像驾着七彩祥云的英雄出现了呀。长隆那边说了，别担心，这30头白鲸我们全要了，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场馆，有专业的团队，保证给他们最好的生活。就连在马里纳兰乐园干了12年的资深驯兽师啊，都公开站出来说，这是唯一一个能一次性把所有白鲸都妥妥安置的机会。那除了中国，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机构有能力同时接收30头白鲸。你看啊，连他们自己人都这么说了，这不就是最佳解决方案吗？可是结果呢，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的部长，一个叫汤普森的女士啊，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否了。她给出的理由是啊，中国会把鲸鱼当成娱乐工具，会囚禁他们，虐待他们，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准这件事儿。哎呦喂，这话说的啊，好像他就是动物保护神下凡一样啊。可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啊，你看看这30条生命，就因为你的一个决定，马上就要被注射毒针了呀，你的良心真的过得去吗？这一下可把那个快倒闭的乐园给逼急了，他们直接给政府写了封信，话说的非常直白，我们没钱了，你们再不给钱，我们就只能把这30头白鲸全部安乐死。那他们的命运啊，现在就掌握在你部长手里。这话可不是吓唬人啊！这个马里纳兰乐园啊，本来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们一直就把动物当成赚钱的工具，在动物保护方面啊，那是劣迹斑斑。从2019年到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那儿已经死了20头鲸鱼和海豚了。去年呢，还因为虐待动物被法院罚了款。所以啊，虽然有人觉得啊，他们拿安乐死来威胁是想逼政府掏钱，但是看他们以前干的那些事儿啊，就知道只要这个政府不松口不给钱，那这30头白鲸啊，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结果呢，10月6号啊，加拿大的政府再一次冷冰冰的拒绝了乐园的拨款请求，说我们没有义务为你们的经营不善买单。那看到没？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的态度啊！他们宁愿看着这些白鲸死，也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帮助啊！嘴上说着保护啊，行动上却是在谋杀呀！这伪善的面具啊，算是被彻底撕得稀烂啊！可能有人会说啊，也许加拿大政府是真的有自己的考量，是真的觉得圈养不好呢。好，那咱们再看看另一只鲸鱼在加拿大的遭遇啊，你就会发现，
他们那套说辞是有多么的可笑和虚伪。就在2023年，加拿大最后一头被圈养的虎鲸名叫基斯卡死了，他活了47岁，听着好像挺长的，但是他的一生却是被媒体称之为世界上最孤独的虎鲸。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加拿大的水族馆里生了5个孩子，结果这5个孩子全部都夭折了，一个都没活下来。在生命的最后10几年里他的伴侣也死了，就剩下他自己孤孤单单的待在一个狭小的水池里。那个水池有多小呢？为了满足一天的基本活动量他每天都要绕着那个小池子游上4000多圈，日复一日，年复年。有视频拍到他经常用头去撞击水池的墙壁，那种绝望和痛苦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在基斯卡孤独死去的时候，加拿大那些政客们怎么不出来说这是囚禁怎么不出来说这是虐待怎么不出来谈谈你的良心何在那现在呢，你们口口声声的指责中国会囚禁白鲸，可是你们不也把虎鲸基斯卡关在那个小小的水库里关了几十年直到他孤独的死去吗？这不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是什么呀？那相比之下海洋动物在中国过着什么日子吃得好，住得好，有专业的团队照顾，有宽敞的环境活动。那不说别的就说珠海长隆那个鲸鲨馆拿了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场馆的规模和水准是世界顶级的所以加拿大政府的这番操作其实说白了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不是真正的关心白鲸的死活，而是在拿这些可怜的动物当成他们政治表演的道具那加拿大的这波操作是不是看着特别的眼熟？没错，同样的剧本在美国也上演过，只不过那一次的主角是咱们的国宝大熊猫。这些可爱的国宝在国外受的那些委屈跟现在这30头白鲸的遭遇比简直是有过之而不及。最让咱们揪心的就是大熊猫丫丫和乐乐，他们2003年作为友谊的使者去了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动物园，刚开始也是贵宾待遇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是后来呢，慢慢的情况就不对了到了2022年有去旅游的中国网友拍了照片发到网上，全国人民的心都碎了照片里的丫丫和乐乐瘦的皮包骨头毛发干枯，一寸一寸往下掉，精神状态也是差到了极点。后来大家才知道，他们住的场馆又脏又小，连最基本的新鲜竹子都保证不了，经常只能啃干巴巴的竹竿。饲养员呢也对他们爱答不理的。2023年的2月一个噩耗传来，乐乐突然去世了。他才25岁对于大熊猫来说正值壮年本来还能再多活好几年。这下全国人民都急了接丫丫回家的呼声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整个网络。大家都在担心再不回来丫丫可能也撑不住了。直到当年的4月在无数人的期盼下，瘦骨嶙峋的丫丫才终于坐上了回国的专机。咱们这边北京和上海的动物园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带空调的豪华熊猫别墅，堆积如山的各种新鲜竹子和竹笋，还有精心调配的营养辅食，就等着丫丫回家。你知道丫丫回国后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吗？2024年过除夕饲养员奶爸奶妈们特地给他包了熊猫版的大饺子，里面是他最爱吃的各种好东西。冬天要进补，小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他吃完了竹笋，还会偷偷的把这个苹果藏起来，留着当零食吃。那现在的丫丫毛发是变得油光锃亮，身体也圆润起来了，每天是悠闲的躺着啃竹笋，那叫一个惬意这待遇跟在美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除了丫丫，还有美国华盛顿动物园的美香一家，他们回国后也是享受到了国宝级的待遇成都大熊猫基地的专家们每天给他们准备40公斤的新鲜竹子，还有胡萝卜啦、窝窝头啦当点心。因为天天年纪大了，血压有点高，专家们还细心的在他的辅食里加上了降压药。你看看，你说咱们中国养不好动物吗？这分明是某些国家自己没本事养，管理混乱，还见不得别人好，纯属嫉妒所以当加拿大的政客说出中国会虐待鲸鱼这种话的时候，这纯粹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现在那30头无辜的白鲸还在加拿大那个冰冷的小水池里等待着命运的审判。一边呢是养不起他们随时可能痛下杀手的乐园，这另一边呢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不松口的政府。世界动物保护组织都看不下去了，站出来呼吁说你们加拿大政府赶紧想办法要么建一个专门的庇护所，要么就是把那个倒闭的乐园改造成一个临时的照护中心。可是这些理性的声音呢根本就没人听他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口号是喊的震天响，鲸鱼属于海洋，可是转过身却把白鲸活下去的
的所有路都给堵死了。他们声称我们绝不会让鲸鱼再过那种表演的生活。可是结果呢，他们给白鲸安排的是在那个狭小肮脏的水池里等待被注射毒针的命运啊！这叫什么？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打着保护的旗号干着谋杀的勾当。这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当这个记者追问为啥不批准出口给中国时这位汤普森部长居然理直气壮的把那部禁止圈养鲸类动物法案给搬了出来当挡箭牌啊！大姐，你搞清楚这部法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鲸鱼，让他们别在小水池里受罪，而不是让你拿来当令箭的呀，逼着他们在绝望中死去啊！如果你们加拿大真的这么在乎白鲸的死活，为什么不咬牙把那个养老院给建起来呢？那实在不行，先让他们去中国活命啊，不比现在等死强10000倍吗？那现在呢，那个安乐死的最后期限就像一把铡刀悬在每一头白鲸的头顶上。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人类，却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虚伪被逼入了绝境啊！说到底，加拿大政府的选择其实很简单，要么放下那点可怜的政治偏见，让中国来接手，给这些白鲸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那要么呢，别再演戏了，赶紧把这个钱凑齐，给他们建一个真正的家。希望这场闹剧能尽快收场，希望理智能战胜偏见，希望这30条美丽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别再让无辜的动物为人类的愚蠢和傲慢买单了。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想说的呢？是愤怒，是无奈，还是心疼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